阿萨众神终于要迎来诸神黄昏最后的战争。即使是奥丁在得到智慧并获得力量之后，依旧没有办法对抗命运，无可奈何地走向毁灭的结局。所有的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创造的代价必然是毁灭，奋力的挣扎不过是苟延残喘，所有一切美丽与丑恶的事物都会在命运的最后归于永恒的虚无。当世界树底部的树根被独龙尼德霍格啃断，站在世界顶部的雄鸡古林肯比发出尖锐的鸣叫，寒冬瞬间席卷了9大世界。随着魔法力量的削弱，黑暗生物逐渐的在深渊之中探出头来，哀嚎与杀戮在大地上不断的上演，人们开始走向疯狂的堕落，被束缚在物质国的无名之物开始逸散，这致使亡灵大军也开始集结了起来。在冥界女王海拉的带领之下，冰霜巨人一族与亡灵大军们聚集在了彩虹桥的入口，静静的等待最后战役的到来。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将是无比壮丽的一战，一切的恩怨与仇恨都会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结束，所有的不公都会因为死亡的到来而消散。当太阳与月亮被吞噬掉，末日号角与狼嚎同时作响，阿萨神族的神王奥丁首先投出了永恒之枪。这柄以世界树打造的神圣之枪可以杀死任何的敌人，一旦被其击中，必然命丧当场。但敌方阵营却有一个人挡住了永恒之枪的攻击，这个人正是被毒液腐蚀而面目全非的邪神洛基。只见洛基用身体抵挡住了永恒之枪，而永恒之枪打在他的身上却不能够伤其分毫。此时洛基森然一笑，对神王奥丁说道：奥丁，我的血盟兄弟，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曾经发下庄重的誓言，直到世界的毁灭也不可以互相伤害吗？神王奥丁用独眼看着邪神洛基，这个曾经的美男子已经变得癫狂且狰狞。只见洛基继续说道：当我是火焰之时，我为你们提供了温暖，为你们开创了闪耀的辉煌，帮你们建造了伟大的瓦哈拉神殿。如今我也为你们找到了黑暗，找到了没落，找到了毁灭。这不正是你所想要的吗，我的血盟兄弟奥丁？奥丁看着洛基癫狂的质问，面色平静地对邪神洛基说道：在我得到古老智慧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毁灭的来临。我欺诈毁约，挑起血腥的战争，也许在你看来不过是虚伪的徒劳，但我的确创造了辉煌。在懦弱的苟活与壮烈的死亡之间，我已经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虽然在命运的驱使之下，最终的结果依然来临，但那又如何？竭尽全力的活着，才能够毫无遗憾的死去。说完这番话，奥丁退出了与洛基的战斗，因为他们都无法互相伤害到自己的血盟兄弟。而此时，厄朗芬里尔猛然跃出，扑向奥丁。在奥丁囚禁他之时，他就曾经发下过诅咒。如今，厄朗芬里尔要亲自了结了神王奥丁。奥丁与芬里尔的战斗结束在刹那之间，神王奥丁被巨大的饿狼芬里尔所吞噬，而此时雷神托尔正在与世界之蛇耶梦加德缠斗。看到奥丁的陨落，分神之间竟然被耶梦加德的毒牙咬中，那是世界上最毒的毒液。这种毒液不仅能够腐蚀肉体，也可以腐蚀神明的灵魂。雷神托尔压制住身上的刺痛，用起了全部的力量，以雷神之锤重重地砸在了世界之蛇耶梦加德的脑袋之上，奋力的一击将巨大的舌头砸了个稀碎，而雷神托尔体内的蛇毒也将他的神魂彻底的腐蚀殆尽。从此，强大的雷神托尔陨落，而独臂的正义之神提尔正在与海拉带来的恶灵军团搏斗。而此时，海拉身边最为强大的地狱恶犬加姆上前与正义之神厮杀，最终地狱恶犬加姆与正义之神提尔同归于尽。而此时，森林之神维达刚从母亲的身边赶到了战场，在目睹了饿狼芬里尔吞噬掉自己的父亲神王奥丁之后，愤怒的维达用脚踩住了饿狼芬里尔的下颚，用单手托举住芬里尔的上颚，拔出剑来插入饿狼芬里尔的心脏，从此为父报仇。忽然，战场上的温度骤然上升，火之巨人索尔特尔经由彩虹桥进入了阿斯加德神域。
随即，丰饶之神弗雷与火之巨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丰饶之神此时已经失去了胜利之剑，只以一柄鹿角作为武器，最终鹿角碎裂，战死当场。而火之巨人索尔特尔则举起巨大的研制魔剑，插入了阿斯加德的土地之中，瞬间大地在脚下碎裂，枯萎的世界树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守护阿斯加德的守护之神海姆达尔本想上前阻止，却被洛基堵住了去路。他们两个注定是在这场战争之中最后一个死亡。随着洛基的头颅被海姆达尔斩下，海姆达尔也被洛基的头颅砸碎胸口而死。随着这最后一顿宿敌的死去，世界仅剩下燃烧的世界之树。火焰不断地燃烧着9大世界，所有的贪婪、不公与仇恨都在火焰之中消亡。火光照耀之下，世界都显现出了奇妙的美丽。当火焰熄灭之后，一声龙吟之声在深渊之中传出。多隆尼德霍格展开双翼飞出了深渊，他完成了自己生命之中的使命，痛快地啃食着诸神与巨人们死去的尸骸。随着他啃食的尸体越来越多，尸骸渐渐地沾满了他硕大的龙翼。在饱足之后，多隆尼德霍格再次展翼飞向高空，他身上的尸骸无比的沉重。最后，多隆尼德霍格重新坠入了深渊之中。就这样，世界在焦炭之中逐渐的回归于虚无的平静。漫长的岁月之后，奇异的声响回荡在世界之中，那是嫩芽冲破焦土的声音。世界树的残骸之中，一颗嫩芽重新孕育着世界本源的力量。而此时，因为被谋杀和死于自然之神之手，光明之神巴德尔与黑暗之神霍德尔没有参与到诸神黄昏最后的战役之中，他们的灵魂回荡在物质国，直到世界重新孕育，这两个神的灵魂重新在世界之中复苏。而奥丁为了预言与女巨人所生的自然之神瓦利，为奥丁报仇杀死饿狼芬里尔的森林之神维达，也在这场战争之中活了下来。瓦利与维达是自然之中孕育出的神明，他们的神格归属于自然与森林。在大地被火焰焦灼和以海水冲刷之后，这两位自然与森林之神为大地再次带来了生机。而上一代活下来的神还有雷神托尔的2个儿子，他们继承了雷神之锤，并会为大地带来新的雷电与丰收。此时，新世界上泥土肥沃，纯粹的邪恶与纯粹的善良也都化为了尘土。新的世界之中将孕育出生命，而人类之中分别有一男一女存活了下来，他们将成为日后人类的先祖。随着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的回归，世界上的一切都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新生的光明之神巴德尔看着新生的黑暗之神霍德尔，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命运的齿轮缓缓地开始了新的轮回，所有的一切将在过去世界的余晖之上建立起新的生命国度，或许会更好，或许会更坏，但文明的史诗并未消亡。他们和着大地的轻音，随着微风飘散到人们的耳中，最终史诗会在诗人的歌中向世人倾诉那壮丽的献祭与创造、代价与毁灭的故事。好了。